10万出头呢，买中级电车还带智驾，小鹏 Model M03是一战成名啊。但是广汽埃安表示不服啊，所以埃安 RT 来了。 埃安 RT 它的预售价11.98万起，这个价格呢，正好是和小鹏 Model M03的起售价是一样的，所以寓意呢也就不言而喻了。但是我个人觉得，相较于小鹏 Model M03这一台车，它会更卷一点。首先在车身尺寸这一块 ，RT 呢它的车长是达到了4865毫米，比 M03呢要更长一点，但是它的轴距只有2775毫米，要比 M03呢稍短一点。但是两台车。 第二排的实际驾乘空间的话，相差不大。但我个人觉得呢，这一台车它的优势在哪？跟着我的镜头45度来看的话，我觉得 埃安 RT 它的车身尺寸、车身比例呢要更加的协调一点，更加的修长一点。它的前脸我个人觉得呢，也要比 M03更加好看一点。但是 Model M03那台车，它的车尾是掀背式的设计，开口更大，所以它的储物空间啊，包括上下放行李的话，要更加的方便一点。 然后第二就是续航了，两台车入门的续航基本上是差不多的。M03它起步是给到了51.6度的电池，然后这一台埃安 RT 它是给到了55度的电池，一个 CLTC 纯电续航是515公里，另外一个呢是520公里，实际上相差不大。但是如果续航来到600公里之后啊。 小鹏 Model M03它的起售价是12.98万，是要比埃安 RT 的预售价便宜了1万块钱。那么埃安 RT 它究竟卷在哪呢？15.98万预售的520公里激光雷达版本是有一颗激光雷达加上 Orin X 的芯片的，它可以不需要依赖高精地图，在城区、在高速上实现无图之驾。 而这个价位的小鹏 Model M03呢，它只有2颗 Orin X 的芯片，没有激光雷达。相比之下，理论上这台埃安 RT 它可以在更多场景下实现无图之驾。还有一点很关键，就是这一台埃安 RT 呢，它是基于400伏碳化硅平台打造的，可以实现3C 倍率的快充啊。官方宣称它的补能速度和充电速度呢，是要比小鹏 Model M03更快一点。好了。 埃安 RT 和 M03它的差异就在那，那我们再去车里面体验一下这台车它的智能化和车机。埃安 RT 啊，它的内饰的布局啊，包括质感的营造，我觉得挺不错的，至少在这个级别、这个价位的话，算是一个优异的表现了。几个点，首先，这个前排的座椅啊，柔软度是比较。 适中的，它不会让你一坐进去就有陷下去的感觉，但是也不会像有一些新能源车为了刻意凸显它的运动感，把那个座椅做得很硬啊，让你觉得挺膈应的。但是缺点就是它前排座椅这个坐垫的长度是不太长，有点短啊，对我腿部的承托呢不是特别到位。但是腰部的包裹性，哎，感觉还是蛮不错的。 第二就是细节上的设计，有几个点是比较打动我的。第一个就是副驾前面的这块钢琴烤漆的材质，它是用到了钻石切割的设计啊，有点那种布灵布灵的感觉。然后主副驾的音响设计也挺有豪车范了，看起来挺有质感。第三呢，就是中控这一块，它是有一个倾角的设计，因为我们这个是高配的车型嘛，提供了50瓦的无线快充。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这个价位其他的新能源车啊，很多都是那种平的设计，这样的话我们刹车啊，或者是转弯的时候呢，手机很容易移开，你得重新再移一下才能让它无线充电起来。这样的话有个倾角就不太容易滑动，用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。 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台车，它的车机啊，整体表现啊还是不错的，操作挺丝滑的。导航，你看导航反应挺快，还提供了爱奇艺的 APP， 操作逻辑下拉菜单里面就有很多常用的一些设置啊，包括这个智能泊车呀、屏幕的亮度调节啊、小七模式啊、解锁尾门等等这些都有。但是需要吐槽一点，就是它的360度全景影像啊。 清晰度一般，还可以再清晰一点，这个清晰度确实表现一般。然后我们再去后排看一下它后排空间表现怎么样。好，我现在已经坐到了埃安 RT 的后排，前排调整到我合适的坐姿之后，大家看一下它的腿部空间，差不多3拳左右啊。但是头部呢，空间就没有那么富裕了，只有4指啊。如果是个子再高一点的话，可能就非常容易顶到头了。
这个可能和 NRT 它的地台偏高是有关系的。但是这台车虽然是扭力梁式的后悬，但是它地台做了纯平的设计，也算是一点优势了吧。第二呢，就是这个座椅啊，我坐进来之后，很直观的感觉就是后排的座椅要比前排更加柔软一点了，而且对于腿部啊，对于腰部，对于这个臀部的支撑性呢，感觉也比前排好一点，长途坐车呢会更加的舒服一点。好了，这些呢就是大体我体验完NRT 之后的一个感受。如果 NRT 和小鹏木兰03放在一块儿去对比的话，你们会选择什么呢？肯定去告诉我。